現在你看到的這張老照片是發生在1944年6月24日深夜23時45分，法國諾曼底外海塞纳灣水域的畫面。英國皇家海軍護衛艦尼斯號正孤獨地航行在冰冷的海面上，空氣中充斥着大西洋特有的鹹腥味，以及遠方海岸線尚未散去的硝烟味。尼斯號的右舷瞭望哨1級水兵托马斯·哈里森正死死盯着漆黑的夜空。這一晚的能見度極差，低垂的雲层像一塊吸滿水的破棉絮，壓得人喘不過气来。突然，一阵怪異的引擎轰鸣聲刺破了海浪的拍打声。这聲音聽起來極其不協調，既有戰鬥機戴姆勒奔馳 DB605 引擎尖銳的嘯叫，又混合着榮克斯 Jumo 211轟炸機引擎沉悶的低吼。這兩種頻率完全不同的機械噪音交織在一起，像是一台失控的巨大研磨機在頭頂盤旋。哈里森端起双筒望遠鏡，但在漆黑的夜色中，只能看到模糊的排气管火焰在雲層中若隱若現。艦橋上的雷達操作員大聲報告，雷達屏幕上出現了一個巨大的回波，移動速度約為每小時380公里，高度僅僅只有400公尺。這個速度對於轟炸機來說太快，對於戰鬥機來說又太慢。就在艦長下令防空炮組準備射擊的瞬間，雲層裂開了一道縫隙，借助驅逐艦打出的照明彈微弱的光芒，甲板上的水兵們看到了這輩子見過的最荒誕、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景象。那不是一架飛機，那看起來像是2架飛機在空中進行着某種怪異的交配。一架小巧的單座戰鬥機竟然像騎馬一樣騎在一架巨大的雙引擎轟炸機背上，2架飛機之間通過某種粗壯的金屬支架連接着，仿佛是一個连體嬰兒。在這頭雙頭怪獸的機頭前方伸出了一根長得誇張的探杆，就像大象的長鼻子一樣，直指海面上的盟軍艦船。這就是納粹德國空軍在二戰末期最瘋狂、最極端的秘密武器，代號胡寄生。下一秒，尼斯號上的厄利孔20毫米机炮和伯福斯40毫米高炮開始瘋狂咆哮，夜光彈像火紅的鞭子一樣抽向空中的怪胎。但在所有人的注視下，這頭怪獸並沒有規避，而是做出了一個更加驚人的動作。背上的戰鬥機突然拉起機頭，與下方的轟炸機切斷了連接。伴隨着爆炸螺栓起爆的閃光，那架沉重的轟炸機像是一塊被丟棄的石頭，或者說像是一枚被賦予了生命的巨大魚雷，保持着大約15度的俯衝角，死板而僵硬地朝着尼斯號衝了過來。此时此刻，那架轟炸機的駕駛艙裡空無一人，他的飛行員座椅被拆除，儀表盤被移除，取而代之的是重達3.8吨的高爆炸药。它已经不再是一架飛機，而是一枚由戰鬥機飛行員在空中手動瞄準，然後釋放的超重型巡弋飛彈。巨大的機體呼嘯着砸向海面，雖然沒有直接命中尼斯號的甲板，但這架滿載炸藥的988在距離艦體右舷不遠的水面上發生了爆炸。這不是普通航空炸彈的爆炸，為了穿透厚重的混凝土掩體或戰列艦的裝甲，胡寄生的彈頭採用了空心裝藥破甲彈的設計原理。3.8噸炸藥在起爆瞬間，通過那個長長的探桿控制最佳起爆距離，將爆炸能量聚焦成一股幾千攝氏度的高溫金屬射流。爆炸產生的衝擊波如同實體的鐵錘一樣，瞬間橫掃了整艘尼斯號。堅固的鋼制船殼像紙板一樣被撕裂，艦橋上的玻璃全部震碎，水兵們被氣浪直接拋向空中。這次攻擊造成了尼斯號嚴重受損，數名船員當場陣亡。而在同一片海域，其他的盟軍艦船也遭遇了類似的襲擊。無線電頻道裡充斥着各艘戰艦驚恐的呼叫聲，沒有人知道這種能分離的怪物體到底有多少，也沒人知道下一枚會砸向誰。這是胡寄生部隊在諾曼底戰役中的首次大規模實戰亮相。雖然他給盟軍艦隊造成了一定的混亂和損失，但這僅僅是這種瘋狂武器冰山的一角。為了理解德國人為什麼會制造出這種違背航空常識的怪物，我們需要把時鐘撥回到2年前，看看當時陷入僵局的德國軍事科技界是如何一步步走向瘋狂的深淵的。回到1942年的德國，我們必須先看一眼當時德國空軍面臨的尷尬處境。虽然不列顛空戰已經結束，但德國人發現自己在一個關鍵領域徹底輸給了盟軍，那就是重型戰略轟炸能力。當英國人的蘭開斯特轟炸機和美國人的 B-17空中堡壘能夠攜帶數噸炸彈飛越英吉利海峽時，
德國空軍手裡只有像 C-111或 Ju-88這樣的中型雙發轟炸機，這些飛機的載彈量有限，根本無法對由鋼筋混凝土澆築的蘇聯要塞，或者是擁有厚重裝甲防護的英國戰列艦造成致命打擊。在這種戰術焦慮的驅使下，位於艾恩林的德國滑翔機研究所開始了一項極度邊緣化的研究。這裡的工程師西格弗里德·霍爾茨鲍爾提出了一個大膽的設想：既然我們造不出4引擎的重型轟炸機，為什麼不把2架現有的飛機拼在一起呢？起初，這個代號為貝多芬裝置的項目僅僅是為了解決運輸問題，試圖用一架動力充沛的戰鬥機拖曳一架滿載貨物的無動力滑翔機。但在戰局日益惡化的1943年，這個概念被迅速武器化，最終演变成了我們所看到的胡济生組合机。從工程学的角度来看，胡济生是一個充滿了暴力美學與絕望色彩的縫合怪。它的下半部分通常是一架經過大幅度改裝的988A4 型轟炸機。德國技師們不僅拆除了這架轟炸機上所有的自衛機槍、無線電設備和轟炸瞄準具，甚至連駕駛艙內的飛行員座椅和儀表盤也被統統掏空。整架飛機的機頭部分被完全切除，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巨大的呈纺锤形的金屬整流罩。在這個整流罩內部，就是胡濟生最核心的杀手鐧，代號為鐵錘的超重型戰鬥部。這不僅僅是一堆炸藥，它是人類戰爭史上制造過的最大的成型裝藥破甲彈。它的戰鬥部重量高達 3.8 噸，其中填充了高威力的黑索金與 TNT 混合炸藥。為了讓大家理解這個威力的概念，我們需要解釋一下門羅效應，也就是巨能破甲原理。普通的航空炸彈是靠衝擊波和彈片殺傷目標，但在面对戰列艦幾百毫米厚的裝甲鋼或者大型橋梁的混凝土橋墩時，普通炸彈往往會發生跳彈，或者僅僅在表面留下一個淺坑。但胡濟生不同，它的彈頭前部有一個巨大的紫銅藥形罩，呈內凹的喇叭狀。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在歷史照片中看到胡濟生的機頭前方總是伸出一根長得滑稽的金屬碳杆，看起來就像是大象的長鼻子。這根碳杆並不是为了空氣動力學設計的，它是一根超長距離的觸發引信。當這根碳杆的尖端撞擊目標時，它會瞬間引爆後方的 3.8 噸炸藥。由於碳杆的存在，炸藥在距離目標表面幾公尺的地方起爆，這給了聚能效應形成的最佳聚焦距離。在微秒級的時間內，巨大的爆炸能量會將那個紫銅藥形罩擠壓融化，形成一股速度高達每秒8000公尺的高溫金屬射流。這股射流的中心壓力可以達到幾百萬個大氣壓，其破壞力就像是用一根燒紅的餐刀去切黃油一樣。根據德軍的測試數據，這股金屬射流可以輕鬆穿透將近20公尺厚的鋼筋混凝土，或者是整整7公尺厚的實心裝甲鋼。也就是說，理論上沒有任何一艘戰列艦的裝甲能擋住胡濟生的一擊。有了超級炸彈，接下來就是運載工具的整合。在 Ju-88 轟炸機的背部，德國工程師安裝了一套金字塔形狀的剛性支架。通過這套支架，一架 Bf109F4 型或者是负 1190A8 型戰鬥機被固定在轟炸機的重心上方。這並不是簡單的捆綁，兩架飛機之間有着複雜的電氣連接系統。坐在上方戰鬥機裡的飛行員不僅要操控自己的飛機，還要通過一套特制的電子傳動裝置控制下方這架重達20噸的無人轟炸機的副翼、升降舵和方向舵。這就好比一個騎師騎在一匹瞎了眼的野馬背上，騎師必須通過韁繩來告訴野馬往哪裡跑。在起飛和巡航階段，下方轟炸機的2台 Jumo211引擎提供主要的推力，而上方的戰鬥機引擎則處於怠速或輔助推力狀態，以節省寶貴的高辛烷值航空燃油。最精密也最危險的部分在於分離系統。連接2架飛機的支架底部安裝有爆炸螺栓。當飛行員鎖定目標並進入俯衝航線後，他必須按下一系列複雜的開關。首先，設定下方轟炸機的自動駕駛儀，鎖死舵面角度；其次，引爆爆炸螺栓，切斷物理連接；最後，戰鬥機必須瞬間拉起機頭並全速爬升，以避開下方轟炸機巨大的垂直尾翼。如果在分離過程中任何一個螺栓沒有起爆，
或者2架飛機的氣動干擾導致姿態失控，直接撞在下方轟炸機的機身上，瞬間變成一團火球。就是这樣一種充滿了未知風險、操作極其繁瑣且完全違背了航空安全原則的武器，在1943年底通過了德國空軍部的驗收。儘管试飞员在報告中多次提到該組合體在低速時操控性極差，降落簡直是噩夢，但急于扭轉戰局的納粹高層已經顧不了那麼多了。他們批准了代號為貝多芬的量產計劃，並開始在现役部隊中搜羅那些經驗豐富或者是急於立功贖罪的飛行員。此時的德國空軍已經不再奢求能夠奪回制空權，他們只希望能用這種極端的非对称武器給盟軍的登陆艦隊或者蘇聯的后勤補給線造成一次毀滅性的打擊。在他們看來，只要能把這 3.8 噸炸藥送到目標頭頂，犧牲幾架舊飛機，甚至犧牲幾名飛行員都是值得的。於是，一支神秘的特種部队開始在德國北部的諾德霍爾茲基地秘密集結，準備駕馭這種雙頭怪獸走向戰場。在德國北部，有一座被茂密松林嚴密包圍的秘密機場，名為諾德霍爾茲。1944年初，這裡的空氣中彌漫着一種壓抑到令人窒息的緊張感。停機坪上並沒有像普通空軍基地那樣整齊排列着輕盈的戰鬥機群，而是散落着幾十架形狀怪異、如同連體嬰兒般的雙體飛機。這裡是德國空軍第4航空團的駐地。後來，這支部隊的大部分人員和裝備被併入了在盟軍情報檔案中如同幽靈一般的 KG-200特種轟炸機聯隊。這支神秘部隊專門負責執行空投間諜、遠程偵察以及測試最瘋狂的秘密武器。被選拔進這支部隊的飛行員大多是身經百戰的老手，甚至包括一些因為嚴重違紀而急需戴罪立功的刺頭飛行員。但即便是在東線戰場見過無數大場面的老兵，當他們第一次爬上胡繼生背部那個高高在上的戰鬥機座艙時，手心也會不受控制地冒出冷汗。駕駛胡繼生組合機，與其說是在飛行，不如說是在進行一場極高風險的走鋼絲表演。首先是起飛階段，這是整個任務中最為危險的時刻。我們可以想象一下，下方的Ju-88轟炸機本身就重達數噸，再加上機頭那個 3.8 噸重的巨型戰鬥部，以及為了長途飛行而加注的滿載燃油，整套組合体的起飛重量接近20噸。而支撐這一切重量的，僅僅是Ju-88那幾條原本並沒有設計用來承受如此重壓的橡膠輪胎。在滑跑加速的過程中，由於組合機的重心極高，整架飛機會像個醉漢一樣左右劇烈搖晃。坐在上方戰鬥機裡的飛行員必須極其小心的、柔和的操作操縱桿，如果修正動作過大，下方的起落架輪胎就會因為側向受力過大而瞬間爆裂。一旦在時速200公里的滑跑中發生爆胎，這一坨裝滿了烈性炸藥的金屬怪物就會在那1秒鐘內化作跑道盡頭的一個巨大彈坑，連同飛行員一起從物理層面上徹底消失，甚至連一塊完整的遺骸都找不到。更要命的是，飛行員必須同時監控2套完全獨立的引擎儀表。在起飛那一刻，他右手猛推自己戰鬥機的油門，左手還要通過一套簡陋的電子傳動開關去調節下方無人機2台榮克斯引擎的轉速。由於電子信號傳輸存在物理延遲，加上沉重機體帶來的巨大慣性，所有的操控動作都會慢半拍。飛行員感覺自己不是在開靈活的飛機，而是在駕駛一艘滿載鐵礦石的重型駁船。即便成功升空，噩夢也沒有結束。為了節省戰鬥機的燃油用於反航空戰，胡繼生在長途奔襲中主要依靠下方轟炸機的動力飛行，這導致整架飛機的速度極慢，巡航速度只有每小時350公里左右。在盟軍擁有絕對制空權的1944年，這簡直就是天空中移動最慢最顯眼的火把子。任何一架路過的盟軍野馬戰鬥機或者噴火戰鬥機都能像在射擊场打火機一樣輕鬆把它打下來，因此他們只能選擇在惡劣天氣或深夜的掩護下出擊。在模擬攻擊訓練中，飛行員們還要反复練習最驚心動魄的死亡俯衝戰術。當接近目標時，飛行員要推動操縱桿，讓這台笨重的機器進入大約30度的俯衝角。在瞄準具鎖定目標的瞬間，他必須果斷按下分離按鈕。這不僅僅是按個開關那麼簡單。爆炸螺栓起爆的瞬間會產生巨大的震動，下方的Ju-88失去控制束縛後，有時會因為氣流干擾而突然向上跳動，
如果上方的戰鬥機飛行員拉升得不夠快，就會發生極其慘烈的空中相撞事故。在 KG-101聯隊早期的訓練記錄中，就不止一次發生過這種慘劇。兩架飛機在空中像廢鐵一樣纏繞在一起，螺旋墜地爆炸。但這群亡命之徒之所以如此拼命訓練，是因為他們被最高統帥部告知，他們將要執行一項足以逆轉戰局的戰略任務，代號鐵錘行動。德國最高統帥部的計劃宏大而瘋狂，他們的目標並不是前線的幾輛坦克或幾座浮橋，而是盟軍的心臟。最初的設想之一是攻擊位於蘇格蘭北部的斯卡帕灣，那是英國皇家海軍本土艦隊的老巢，停泊着数艘對德國構成巨大威脅的戰列艦和航空母艦。在這個設想中，上百架胡濟生將從丹麥或挪威的基地起飛，在夜幕掩護下低空掠海飛行，以此躲過英國雷達網的偵測。一旦抵達斯卡帕灣上空，這群自殺機群將對停泊在港內的英國主力艦發動飽和攻擊。3.8 噸的成型裝藥足以擊穿喬治5世級戰列艦的水平裝甲，甚至是直接炸斷艦體龍骨。如果計劃成功，皇家海軍的主力將在一夜之間遭受珍珠港式的毀滅性打擊，大西洋的海權平衡將被徹底打破。除了斯卡帕灣，另一個預定目標是蘇聯境內的巨型發電站和水壩。如果能炸毀這些關鍵能源節點，就能癱瘓蘇聯後方的軍工生產能力，讓紅色巨人的坦克工廠停擺。為了這個宏大的目標， KG-200的飛行員們在地圖室裡日夜研究斯卡帕灣的水文資料和防空火力配置。基地的倉庫裡堆滿了特制的遠程副油箱，所有人都在等待那個進攻時刻的到來。然而，現實的殘酷遠遠超過了納粹高層的幻想。到了1944年中期，隨着諾曼底登陸的成功和蘇軍在東線發起的巴格拉季昂行動，德國空軍發現自己連最基本的機场安全都無法保障。位於前線的機場一個接一個被盟軍佔領或炸毀，原本為鐵錘行動積攢的數百噸航空燃油也被捉襟見肘的宙間戰鬥機部隊瓜分殆盡。更致命的是，盟軍的空中優勢已經到了令人絕望的地步。想讓这樣一支龐大而笨重的胡濟生編隊穿越半個歐洲或北海去攻擊戰略目標，無異於痴人說夢。恐怕還沒等看到斯卡帕灣的海岸線，這群慢吞吞的空中火藥桶就會被皇家空軍的文式夜間戰鬥機全部獵殺在半路上。最終，鐵錘行動在無盡的爭吵和拖延中徹底流產。那些原本為了戰略決戰而精心準備的胡濟生組合機，並沒有去炸沉英國的戰列艦，也沒有去炸毀蘇聯的大壩。他們接到了一個新的、更加絕望的命令，那就是前往法國前線。那是1944年6月，諾曼底的灘頭已經擠滿了盟軍的登陸部隊，這些昂貴的末日武器被迫降級使用，變成了戰術支援武器，也就有了我們在第一部分開頭看到的那一幕。原本應該用來改變世界格局的戰略大錘，現在只能像亂扔石塊一樣砸向盟軍的一艘護衛艦或者一座並不太重要的碼頭。而在東線，隨着紅軍逼近德國本土，這支部隊的命運將變得更加悲壯。他們即將面對的不再是冰冷的大海，而是奧德河上那些必須要摧毀的橋梁，以及蘇聯空軍如烏雲般密集的雅克戰鬥機群。時間來到了1945年3月，納粹德國的喪鐘已經敲響。在東線戰場，蘇聯紅軍的鋼鐵洪流已經推到了柏林的家門口。距離帝國首都僅只有不到80公里的距離，阻擋在朱可夫元帥100萬大軍面前的只剩下最後一道自然屏障，那就是奧德河。在這條寬闊的河流上，蘇聯工兵部隊展現出了令德國人絕望的效率。無數座浮橋和臨時渡口像雨後春筍般在一夜之間冒了出來，成千上萬輛 T-34坦克和斯大林重型坦克正通過這些咽喉要道，源源不斷地跨過河流，準備給第三帝國發起最後一擊。对於德國守軍來說，切斷這些橋梁是延緩柏林淪陷的唯一希望。在常規轟炸機部隊已經消耗殆盡的情況下，那個曾經被寄予厚望準備用來炸毀英國戰列艦的胡濟生部隊接到了他們最後的作戰指令。這一次不再有複雜的戰術規劃，也不再有遠程奔襲，任務簡單而殘酷，摧毀奧德河上的橋梁不惜一切代價。這是一場注定要失敗的戰鬥，但也是胡濟生項目在戰爭中規模最大最瘋狂的一次集中使用。1945年4月16日，隨着蘇軍發起柏林戰役的總攻，部署在柏林周邊於特伯格等殘存機場的 KG-200聯隊傾巢出動。停機坪上，
地勤人員滿含熱淚的最後一次檢查那些巨大的爆炸螺栓。這一次，由於缺乏高辛烷值燃油，許多胡寄生組合機甚至沒有加滿油，因為每個人都清楚，這很可能是一次單程任務。當這些雙体怪獸笨拙地升空時，飛行員們發現自己面對的是一種前所未有的絕境。如果說西線的盟軍空軍是精準的手術刀，那麼東線的蘇聯空軍就是鋪天蓋地的鐵錘。蘇聯人在奧德河沿岸部署了人類歷史上密度最大的野戰防空火力，從小口徑的37毫米高射炮到大口徑的85毫米高炮，構築成了一道無法逾越的鋼鐵火墙。為了躲避高空雷達和戰鬥機的攔截，胡寄生機群被迫採用极低空突防的戰術。請想象一下那個畫面，幾十架重達20噸、翼展巨大的雙體飛機，以離地不到50公尺的高度，貼着樹梢和屋頂飛行。下方轟炸機巨大的腹部幾乎要擦到地面的草皮。當他們接近庫斯特林地區的渡口時，蘇聯人的反應極快，地面上瞬間升腾起无數條火鞭。駕駛艙裡的德國飛行員感覺自己像是飛進了一座正在噴發的火山。子彈打在机身上叮當作響，如同暴雨敲打鐵皮屋頂。就在這時，蘇聯空軍的雅克夫3和拉夫7戰鬥機群像一群憤怒的黃蜂一樣撲了上來。對於靈活的蘇聯戰鬥機來說，笨重遲緩的胡寄生簡直就是天空中最好的靶子。蘇軍飛行員甚至不需要複雜的機動，只需要咬住这些怪物的尾巴，把机炮炮彈傾瀉進那架滿載炸藥的啾88體內。天空中接連出現了恐怖的景象。一旦下方轟炸機內的3.8噸炸藥被機炮誘爆，整架飛機並不是解体，而是直接氣化。巨大的爆炸火球直徑超過幾百公尺，甚至連攻擊它的蘇聯戰鬥機都會被這股衝擊波掀翻墜毀。幸存的德國飛行員在火網中死死握住操縱桿，眼睛盯着前方那座擠滿了蘇軍坦克的浮橋。在距離目標大約1公里處，他們進入了最後的攻擊航線。這是最脆弱的時刻，因為為了保證瞄準精度，飛機必須保持直線飛行，不能做任何機動規避。飛行員按下分離按鈕，爆炸螺栓起爆的悶響從座椅下方傳來，上方輕盈的戰鬥機瞬間拉起，全速開啟，加力向高空逃竄。而下方那架被拋棄的朱88轟炸機此刻變成了一枚巨大的無制導巡弋飛彈，它帶着死神的呼嘯，以每小時600公里的速度衝向河面。巨大的水柱衝天而起，當3.8噸空心裝藥戰鬥部準確命中橋梁時，景象是毀滅性的。幾十公尺長的浮橋段瞬間消失，正在過橋的 T-34坦克像玩具一樣被拋向空中，或者直接被高溫金屬射流融化。劇烈的爆炸甚至讓河水斷流了數秒鐘。據戰後統計，在奧德河戰役最激烈的幾天裡，胡寄生部隊確實取得了一些令人嘖舌的戰術戰果。他們成功摧毀了庫斯特林和新魯德尼茨附近的幾座關鍵浮橋，暫時遲滯了蘇軍一個坦克集團軍的渡河行動。蘇聯元帥朱可夫甚至在日記中惱火地提到了這些奇怪的飛行炸彈給部隊造成的麻煩。然而，這也是胡寄生最後的絕唱。這種戰術上的勝利，在巨大的戰略劣勢面前顯得微不足道。蘇聯工兵的架橋速度快得驚人，一座浮橋被炸斷，幾個小時後，旁邊就會架起2座新的。而德國空軍損失的每一架胡寄生和每一名熟練飛行員都無法再補充。更悲慘的是，那些成功分離逃生的戰鬥機飛行員，當他們拉起機頭準備返航時，往往會發現自己已經陷入了蘇聯戰鬥機的重重包圍，失去了下方轟炸機的拖累。雖然 Bf-109戰鬥機恢復了機動性，但在低空低速且能量不足的狀態下，他們很難逃脫雅克戰鬥機的獵殺。許多飛行員在完成攻擊後的幾分鐘內就被擊落，鮮血灑在了他們剛剛試圖保衛的德意志土地上。到了1945年4月底，隨着蘇軍攻占一個個機場，幸存的胡寄生組合機大多被德國地勤人員親手炸毀在地面上，以免落入敵手。那些曾經為了攻擊英國艦隊而制造的精密殺人機器，最終變成了一堆堆燃燒的廢鋁，散落在柏林外圍的荒野中。這是一種充滿了悲劇色彩的結局。胡寄生項目代表了納粹德國末期軍事科技的一個縮影，技術上具有驚人的前瞻性和破壞力，但在戰略上卻毫無意義。它就像是一個垂死的巨人在咽氣前揮出的最後且徒勞的一記重拳。當1945年5月的陽光終於穿透歐洲戰場的硝烟，
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歐洲正式落下帷幕，在德國各地被佔領的機場上，美國陸軍航空隊和英國皇家空軍的技術情報官們正目瞪口呆地看着停機坪上那些未被摧毀的怪異機器。在梅泽堡和伯格的機庫裡，幾十架崭新的胡济生組合机靜靜地停在那裡。原本应該用来點燃世界的 3.8 噸炸藥，此刻卻變成了盟軍士兵們拍照留念的背景板。這些幸存下來的鋼鐵怪獸像是一種無聲的證詞，訴說着納粹德國在最後時刻那種混合了天才技術與戰略瘋狂的扭曲逻輯。若我們站在純粹軍事技術的角度來審視胡濟生項目，會發現這是一個極其矛盾的產物。它既是落後的，也是超前的。說它落後，是因為它誕生的初衷完全是出於一種窮人思維。德國空軍因為無法制造出類似 B-29那樣先進的4引擎戰略轟炸機，也無法生產出足夠精密的電子制导元件，才被迫想出了这種把2架舊飛機拼在一起的土辦法。它本質上是用昂貴的載人戰鬥機去充當那個年代還不存在的微處理器和制導芯片，把一名訓練有素的飛行員變成一枚一次性飛彈的伺服機構。這在資源利用上是一種極度的浪費，也是法西斯體制漠視生命的體現。但說它超前，是因為胡濟生在概念上幾乎就是現代空射巡弋飛彈和反艦飛彈的史前祖先。它的核心戰術理念是防區外打擊，也就是在敵方防空火力圈外釋放武器，讓武器自主飛向目標，從而保障載機的安全。這正是戰後幾十年裡，從法國的飛魚飛彈到美國的戰斧巡弋飛彈，一直在追求的戰術目標。德國工程師在1943年就意識到了，隨着防空火力的日益密集，傳統的臨空轟炸必然會被這種精確制導攻擊所取代。特別是那個重達 3.8 噸的空心裝藥戰鬥部，其設計理念至今仍讓人不寒而栗。通過聚能效應來擊穿超厚裝甲或混凝土的技術，後來被廣泛應用在各種反坦克飛彈上。如果在1944年，德國空軍哪怕還擁有一半的制空權，如果胡濟生能夠獲得足夠的護航戰機掩護，讓他們能夠從容地在英國艦隊防空圈外發動攻擊，那麼這種武器的威力絕對是毀滅性的。斯卡帕灣的皇家海軍艦隊即便不全軍覆沒，也會遭遇重創。然而歷史沒有如果，胡濟生的悲劇在於，它是一種屬於強者的武器，卻被弱者拿來救命。這種笨重、緩慢、操作複雜的武器系統，需要的是絕對的制空權作為支撐，才能發揮效能。但當他真正投入戰場時，德國空軍已經連自己機場上空的雲層都守不住了。這就好比是試圖在一個槍林彈雨的角鬥場裡，慢條斯理地組裝一台精密的鐘錶，結果只能是被對手亂拳打死。戰後，這些繳獲的胡濟生被迅速運往美國和蘇聯進行研究。雖然這種連體飛機的設計被證明是死路一條，但它所驗證的複合制導理念、空心裝藥毀傷效能以及空中分離技術，都深深啟發了冷戰雙方的武器研發人員。甚至可以說，當你今天看到現代戰機掛載着遠程空對地飛彈執行外科手術式打擊時，你依稀能看到當年那架騎在轟炸機背上的 Bf-109的影子。胡濟生的故事是一個關於技術如何在絕境中發生變異的預言，它證明了人類在毀滅同類的意願驅動下，可以迸發出多麼驚人卻又荒誕的想象力。這些背着炸彈的飛機最終沒有挽救第三帝國的滅亡，他們只是在歷史的天空中劃過了一道淒厲而短暫的火光，照亮了戰爭最瘋狂的一面。這就是二戰德國空軍最神秘的胡濟生計劃，一種試圖用2架飛機換取一次勝利的瘋狂賭博，一場注定失敗的鋼鐵神風。如果你也對這種充滿了腦洞和黑科技的二戰歷史感興趣，請一定要幫我們按個讚，這能讓算法把影片推薦給更多熱愛軍事歷史的朋友。你認為如果德國早2年投入胡濟生，能炸沉英國的戰列艦嗎？也歡迎在評論區告訴我。如果你也對這種充滿了腦洞和黑科技的二戰歷史感興趣，請一定要幫我們按個讚，別忘了訂閱我們的頻道並開啟小鈴鐺，這樣你就不會錯過下一期精彩的軍事歷史解說了。我是戰爭啟示錄，我們在下一個被歷史塵封的檔案袋裡再見。